这就是天下闻名、贵州大名鼎鼎的梵净山。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，很多人视它为人生必爬的一座山峰。这里屹立着很多数亿年形成的巨石，很多人觉得梵净山非常难爬，不敢爬。今天我带大家亲身体验一下。这就是梵净山的红云金顶，几乎直上直下，拔地而起，垂直高差高达100米。人们沿着天梯，有一些地方几乎垂直90度往上爬。山体上半部分一分为二，由天桥连接，两边各建一庙。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灵性大山。但我想，只要你想攀登，一定可以完成。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梵净山景区门口，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。这是梵净山的游览图，需要坐观光车、缆车加徒步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足够的体力，也可以不坐缆车，省140块钱。现在梵净山实行半价优惠票，门票加景区车票70元。现在坐上了景区车，景区车这段路程大概要开10公里，所以这段路程是没有必要徒步的。这段路都是山路，9曲18弯。景区车都是中巴小面包，大约开了15分钟，前面到达了缆车站。登山可以选择乘坐缆车，往返140，如果不乘坐缆车，大概要登6000多级台阶，3.5公里。据说单单缆车的这段徒步线路需要耗时4小时。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是乘坐缆车的。今天登山的人很多，一个车厢6到8人。缆车的长度很长，垂直爬升高度也将近1000米。就是这样的缆车车厢。在下面这些茂密的森林里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和植物。很快可以看到远处山顶的几座奇峰了。注意看左侧，那个就是红云金顶，梵净山最具标志的一座山峰。前面到达了缆车的终点站。千万不要以为下了缆车就到山顶了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登山才刚刚开始。今天的游客真多呀，估计都是看到天气预报晴天而特意赶过来的。下了缆车要走一段这样的林中木栈道，也有一些小的观景休息台。这是老金顶，这是梵净山的老金顶，也非常著名。这段栈道大概要走40分钟，体力或者膝盖不好的，也有选择坐滑竿的。坐滑竿，滑竿的价格全程大概要400块钱。如果中途累了再坐，估计也可以砍砍价。来，搞批发价了啊！哎呦！滑竿的终点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位置有一个大平台，左侧可以看到这个红云金顶，非常清晰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人啊？哎，来了！还真有坐滑竿上来的。这是爬山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。
左边红云金顶，右侧就可以看到老金顶，两座山峰遥遥相对。这里有很多形成于1万年前的巨石，其中最著名、最具标志性的是这个蘑菇石，外形酷似蘑菇，高大概10米，亭亭玉立，看着像一触就倒，其实岿然不动，已经在风霜雨雪中飘摇了10亿年。从蘑菇石这里有2条路选择，右侧是去老金顶的，先经过了九黄洞，前面这条路是去老金顶的。不过很可惜，老金顶正在维修，大概7月初才可以重新迎接游客。去老金顶的旁边一条小路是去拜佛台的。去拜佛台的游客很少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红云金顶。今天是大晴天，从山上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远处这个红云金顶。这边就是拜佛台，也是半山腰上一个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。上面就是刚刚经过的蘑菇石。贵州一共有5个世界遗产，其中4个是世界自然遗产，1个是世界文化遗产。我这次的贵州之行也正好把5个世界遗产都走了一遍。贵州的4个世界自然遗产包括荔波喀斯特、赤水丹霞、石饼喀斯特，还有这个梵净山。其中梵净山也是贵州唯一的独立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。现在往红云金顶的方向前进。这段路比较平缓，中间经过了几个寺庙建筑。梵净山也是中国5大佛教名山之一，所以这里有好几个寺庙。哇，现在爬红云金顶的人越来越多了。看，下面山腰上密密麻麻地排起了队。矗立在眼前的红云金顶，下面有一个开阔的休息地，很多人在这里吃饭补充能量。这个红云金顶的海拔大概是2300多米，这座山峰拔地而起。回头看看走过的路，这个山上今天有特别多的蜜蜂，到处飞来飞去。现在开始爬红云金顶。看资料介绍，梵净山的价值不能用我们平常看待名山大川的方式。梵净山真正出彩的不是外形，不是宗教，而是它所孕育的生命。梵净山如同一叶孤岛，伫立生灵，繁衍存续。没想到今天登顶竟然排大队了，因为登顶的路上有一些地方几乎垂直，而且只能1人通行，所以比较慢。今天登山的人真的很多，不过这样慢慢的走也不用担心爬不上去了。就剩最后的100多米就登上这红云金顶了。如果是跟旅行团来有时间限制，恐怕还登不了这个山。看这前后多少人。不过今天的天气真好，前面终于挪动了，开始爬山了。这次很幸运，正好遇到了一个园区的小伙子，他帮我用手机从背后拍了爬山的过程。跟着我来体验一下这个红云金顶的爬山过程。这一段垂直高度大约100米，几乎都是陡峭的石阶，不过旁边都有铁索和护栏。
非常顺利地爬上了红云金顶。这个山顶被一分为二，有天桥连接，两边各建一庙，一边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一边供奉的是弥勒佛。从红云金顶可以看到对面的老金顶。其实有很多60、70岁的老人也都爬了上来，到山顶来欣赏一下这里的风光。上面是老金顶，蘑菇石。今天算幸运，看得非常清楚。梵净山遇到晴天机会并不多，很多人都是大风大雨大雾爬上来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不过今天实在是天气太好了，可惜看不到云海了。下山是从背后的一条路，也非常的陡峭。很快就从红云金顶下来了。这里有一个宏大的寺庙，叫承恩寺。进寺庙简单看一眼。从承恩寺这里往前继续走，就可以到达缆车站了。如果在梵净山坐缆车，加上徒步登顶，总共的时间大约4小时。红云金顶看似非常垂直陡峭，其实攀登的难度并没有想象的大。像我这种腿脚有伤的，也是第2次来爬梵净山了，感觉这一次觉得更加容易。尤其是看到山顶有很多60多岁的老人，还有200多斤体重的人都爬上去了，所以不用担心梵净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爬。所以下次来贵州，大胆的来爬梵净山吧。这里是梵净山生态旅游圈的亚木沟景区。亚木沟景区是国家4A 景区，就在去梵净山的路上。所以这次在离开梵净山的时候，正好顺路来这里游览。亚木沟景区里的水发源于梵净山，是正宗的名山圣水。沟内的风光奇特秀丽，如果来梵净山，可以顺路来玩一玩。
昨天在梵净山顺利地登上了红云金顶，休息了一晚，上午坐公交车来到了亚木沟景区。公交车就停在了景区门口。这个亚木沟是一个峡谷，开放的徒步线路大概有3-4公里，准备徒步进沟，回程坐景区的交通车。现在景区的门票是半价优惠，65元。徒步从这个红石桥开始，准备沿着峡谷内的溪流一直走到徒步的终点亚木飞瀑。舒服，欢迎进入空气维生素观。这个峡谷里森林覆盖率非常高，两岸形成绿色的生态画廊，源源不断地形成负氧离子。因为这个景区的峡谷形似罐头，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非常的高，所以被专家学者和游客誉为空气维生素罐头。看这里的水非常清。进入景区最大的感受就是凉爽，风都是凉的。据说这里冬天也比较温暖，所以是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康养圣地。这个峡谷里植被原始茂密，河里有很多形态各异的巨石，也有一些石猴在玩耍。这里的水非常的碧绿清澈。亚木沟不只是一个峡谷一条沟，这里更是一道天然的生态画廊，是一部被大自然珍藏了上亿年的地质教科书。和游客扎堆的梵净山相比，这里非常的幽静。很喜欢这里的水，非常的干净清亮。沿途的景色非常不错，飞瀑流泉，清水潺潺，古藤环绕，石崖也很俊秀。边听音乐边赏景。人生梦如茶，让那风霜与面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找痴痴梦幻的心爱，路随人忙。这里的水很多都是梵净山的云雾凝结而成的。梦的烟草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迷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。和上次在镇远古镇的铁溪风景区相比，这里徒步比较轻松，感觉更加舒服。很多人，尤其是贵州人，对这里的评价非常高，有梵净归来不看山，亚木归来不看水的说法。虽然略显夸张，但在这里确实是非常舒服。这里的负氧离子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厘米59000，所以确实是一个康养旅游的好地方。这条沟也叫情人谷，传说有一对土家青年男女为了爱情一起逃入谷中，从此隐居其中，与世隔绝。
让那风霜整个徒步线路有好几座小桥，红尘一看，这些大自然珍藏了上亿年的地质石块。让痴痴梦幻的心爱如随人茫茫，人生前面终于看到了一些游客在这里玩耍。梦里依稀这里的负氧离子最高浓度竟然达到了每平方厘米32万，一定要在这里多待一些时间，好好呼吸一下。心中方向风悠悠在前面已经听到了瀑布的轰鸣声，如何人茫茫。这里到达了峡谷徒步的终点亚木瀑布。这边也是景区内负氧离子浓度最高的地方。如果喜欢玩水，可以在这里玩一玩。前面这个就是亚木飞瀑徒步的终点。感觉从入口徒步到这里也就1个小时，还是比较轻松的，而且非常凉爽。接下来可以原路返回，也可以爬山，从山顶游览完最后的一个明朝古院，坐景区的交通车回去。一般游客可能都会选择原路徒步返回，因为还是比较轻松舒服的。我准备环线走完全程，于是选择了攀登600级台阶上山去明朝古院。走到这里就可以在这里等候景区的交通车了，但是去明朝古院还要继续向上。这上面的温度比沟里要热不少。之所以选择非常辛苦的爬上来，是因为明朝古院是明朝刘伯温避难来西南之后的住所。中途经过了一个仙女湖，很小的一个水潭，但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离开仙女湖，继续往明朝古院前行。明朝古院那里也是景区里观光车的终点，是专门为那些去明朝古院的人而设立的观光车。从沟底走到这个明朝古院，大概花了将近半个小时。前面终于到达了明朝古院。明朝古院的大门，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院落。以前这里曾是一个遗址，据说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温逃难来到西南之后的住所。估计也是因为这里环境太好了，他准备在这里养老。这里有几进院落，首先这个东西厢房是刘伯温的2个儿子住的。这是东厢房，进去看一眼。这是2儿子住的西厢房。前面是个跨院楼，是他2个女儿住的地方。他的2个女儿都非常的聪明，看一看他们住的房间，左右各一间。过了跨院楼，来到第2个院落。刘伯温应该有3个老婆，左右厢房是他的2个小老婆。
一个是张氏，为他生了2个女儿；一个陈氏，为他生了2个儿子。正中的房子是德福楼，是刘伯温和原配夫人居住的。刘伯温是元末明初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。应该有些人知道他和朱元璋的一些故事，也听说过刘伯温的10大预言，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。旁边还有个小院儿，里面还有个大戏台。参观完这个明朝古院，就可以等景区的交通车回到景区入口了。游览这个亚木沟，轻松的玩3-4个小时足够了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来梵净山，留出半天时间来这个亚木沟玩一玩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游览完亚木沟，还可以去离它不远的云社风景区再去看一看。这里是梵净山脚下的历史文化名村云社，也被称作中国土家第一村。云社是非常具有浪漫色彩的村落名称，寓意为云中房舍，神仙居住的地方。这里集齐了古寨幽韵、湿地风光、花海田园、农趣体验、休闲度假于一身，是一个颇具特色而且是免费的风景区。继续昨天的视频，结束了亚木沟的游览，继续坐公交车来到了下一站社。这个旅游公交车确实方便，连接了几个景点。这是离村口不远的云社风雨桥，穿过这个风雨桥就到达前面的云社村了。桥下风景不错，很多人在河中捞鱼。这条河就是寨沙洞寨的那条河，太平河。非常干净的河水。看到一个小轿车直接趟过了河。过了这条河往前走，基本就是云社村的村口了。村寨前一派田园风光，这是村寨的大门，中国土家第一村。现在这里是4A 景区，而且是免费的。从地图看，好像是有2片景区。我们先去村寨里的景区。穿过这个村寨大门，里面就是村庄了。这个村庄离梵净山大约10几公里。现在这里有500多户人家，总人口大约2000人。听说这个村子的冰凉粉非常好吃，尝一尝。5块钱一碗，确实不错。又尝了一份凉皮儿，也是5块。这个村子里基本都是姓杨的土家族，千百年来，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化习俗，成为土家族1000年历史文化的再现，所以被称为中国土家第一村。这里外来的车辆是不能进入的，只有村子里的车才可以进来。不过如果觉得走得累，里面也有一些出租的自行车。村子里有一条河叫龙塘河，发源于村子里的一个神龙潭。这个村子里也有不少的民宿。
这是村子中间的一个土家集市。往街巷里走一走，有不少的历史展示房屋。这家民宿也比较有特色。不过现在游客比较少，有一些的展览关停了。这个房子的院墙应该比较有年代了。回到了河边，河边是非常凉快的。岸上精致的民宿。云社也是黔东地区远近闻名的造纸村，这里采用的造纸工艺是在我国流传了上千年，而今几乎消失的土法造纸。村子里小景点还是挺多的，但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这个龙塘河。这条河发源于村子里的神龙潭，从东向西穿寨而出，全长只有800米，最后流入了村前的太平河。这条河流水常年不断，而且水温一直保持在10到20度。因为有了这条河，也铸就了云社村的优雅风貌。河边确实凉快，当地人都把西瓜放在里面冰着。从这里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云社村。河边的餐厅民宿，进去看一眼，还真的蛮精致的一个小院儿。沿着龙塘河一直往前走，前面就是神龙潭了。这个神龙潭就是村子里龙塘河的源头，实际上它是一个泉眼和暗河出口。这个神龙潭有2期，第一个是深不可测，村子过去曾经有30多个年轻人拿了一箩筐的绳索，将其连接成长绳，绳头绑一个大石头沉入潭中，想测一下它的深度，但是一直深不见底。它的第2期是能预报天气。这个神龙潭的泉水涨落一直是当地天气变化的前兆，还真是挺神奇的一个神龙潭。而且这的水温都是10到20度，水质优良，甘甜可口，自古以来就是云社村民生活饮用和农田灌溉的生命之源。河边精致的民宿，民宿前还种了荷花。我这次没有打算住在云社村。村口向右是另一个景点，实际上是个湿地公园。看过一张图片，就是在里面拍的，非常美，过去看看。这个湿地公园非常的精美，有点将苏州园林风格和土家特色文化完美融合的一个公园。前面这个小建筑叫叶雪轩，非常富有诗意。来到这个观景亭，眼前豁然开朗。这里有一片荷花塘，清水楼台、游览步道映衬着远山的倒影。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地，现在做成了漂亮的公园。这里的景观也起得非常有诗意，水配荷塘，鹤影清波，水车夕照，泼墨山水。沿着湖边的栈道往前走，
这里还有一个星空营地，走在这里给人一种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感觉。多美的一幅泼墨山水画。前面有亭台廊桥，听雨亭，这个位置太漂亮了。远处是一个大牌楼，写着云社。这个位置其实是云社风景区的另一个大门。这片荷塘也非常的美，这里也是云社风景区，可能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片的湿地公园。这个云社村寨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村寨之一，在它的周边也融合了山川溪瀑、洞穴峡谷，是一个融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风情为一体的美丽世界。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云社村，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前面这个牌楼也是景区的出入口，看这里的绣球开得多美。不过今天在这里游玩的比较匆忙，因为没有打算在这里住，准备前往石阡。石阡是贵州非常著名的温泉胜地，爬完了梵净山，准备去那里泡一个温泉，好好的休息2天。